这是塞尔比最后悔的一杆斯诺克。比赛第一局就磨了40分钟，忍无可忍的火箭决定杀人诛心，要用塞尔比最引以为傲的防守，彻底将他打爆，走塞尔比的路，让塞尔比无路可走。好家伙，老天都来帮忙！大力出奇迹，直接晕进红球。座位上的尔比兄还在喃喃自语，殊不知接下来才是他煎熬的开始。先来一杆开胃菜，虽然左侧红球没有完全挡住，但是要解到不漏球也并不容易。而比兄认真的比划击球点，难道是有一库勾进的想法？这个难度有点太大了吧？如果一旦没有打进，那还不得被牵着鼻子走吗？完蛋了，2球的落点离彩球还这么近，火箭随便做一杆都能让塞尔比吃不了兜着走。好球，母球死死的藏在粉球身后，2颗红球都没靠近库边。这样的斯诺克最为致命，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杆，够塞大师喝上一壶了。而比兄马步一沉，大有弯弓射大雕的架势。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。完美，母球没有丝毫犹豫，直奔中袋而去。此时火箭获得手中球，完全是可以自己进攻拿下比赛的。就在塞尔比走回休息区的同时，火箭直接示意裁判重摆，今天不让你解到超分，那这一局就不算完。还是同样的线路，一次是运气，2次就是实力了。而比兄赶紧望向计分器，距离超分还有大把空间，这个噩梦还要继续。如果对手不是塞尔比，火箭肯定早就自己上手了。为了整治塞尔比磨球的坏毛病，火老师只能铁面无情了。好球，有了前2次的参考，第3次不仅成功解到，神奇的是还没有漏球。但是开心不过3秒，火箭接下来的出招更狠。如果塞尔比能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或许他宁愿直接漏球吧。太狠了，根本不留一丝活路。塞尔比刚从刀山下来，紧接着又要进入火海，这一杆可比上一杆难多了。火箭淡定的表情背后，仿佛就是在说：不就是玩防守，我只是不喜欢而已，并不代表我不擅长。塞尔比很自然的进入了长考3部曲，转圈圈、擦桥粉、瞎比划。为了大家的观感体验，还是直接跳过塞尔比思考的时间。大力也没能出奇迹，火箭看着塞尔比的表演，只能强忍笑意，继续示意裁判复位。落后33，台面最高还有43，3次之内如果还解不到，塞尔比只能拱手送火箭超分。东边不亮西边也没亮，母球第3次洗澡，塞大师这是彻底无语了。火箭伸出半个脑袋继续看戏，让你平常总是折磨人，今天也体会一下解到手软的感觉吧。有机会看看力度如何。真可惜，就差了一点点。塞尔比再次望向积分器，这下反倒轻松起来了。反正成不成也就是最后一杆了，赶紧让我远离这该死的噩梦吧。终究是没有奇迹的发生，直接送对手超分的感觉确实无奈。但是火箭接下来的操作更加杀人诛心。明明就有非常火热的进攻手感，偏偏要用斯诺克来决胜负。火箭任性起来真的太可怕了。此时粉球可以链接，但是很明显，火老师还没有玩够，又是一杆斯诺克伺候。这次连黄球都还没有投下，塞尔比就直接认输，让裁判重新赶球。这是史上最炸裂的抢赛点局，绝对没有之一。火箭强拼扎杆上手，现场立刻山呼海啸，贵宾厅的亲友团也陷入疯狂。塞尔比顿感后背发凉，但是最紧张的还要数台下忐忑不安的塞夫人。
中高杆反赛，完美避开咖啡球。现在台面高分彩球全都不在点位，简单红球也仅剩最后一颗。我们来看看火箭要怎么破局。这是2009年的温布利16局的鏖战，双方战至8比8平，150万的冠军奖金最终花落谁家，就看谁能率先进入赛点。完美，不仅黄球直接手摆位，流出的角度也可以下来衔接红球。这个玩笑开大了，关键时刻出现低级失误。万幸的是红球非常安全，火箭赶紧查看一下皮头。只要我不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大家。但是回到休息区的瞬间，还是彻底破防了。不过错有错招，正是这杆意外的发生，才造就了本局精彩的攻防大战，不然球迷就损失了一场视觉盛宴。而比兄一如既往的严谨，上手就是一个漂亮的双控，但是左侧的红球并没有彩球阻挡。火箭接下来一杆教科书般的控球，直接让所有防守大师汗颜。这就是火箭，出手就是王炸，但凡角度和力度有任何一点异常，都不可能有这个效果。赛大师没能实现，火箭帮他完成了。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，这个男人根本没有短板。而比兄满脸愁容的看着台面，这足以决定生死的一杆，一定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。看看满眼心疼的赛夫人，竞技比赛有时候就是这么残忍。跳过漫长的150秒长考，看看赛大师要如何接招。厉害，分毫不差解到红球，除了力量稍大一点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。虽然漏了左侧极限角度的中杆，但这种球一般人谁敢选择进攻？偏偏火箭就不是一般人，有进攻就从来不防守，真的能创造奇迹吗？太要命了，红球直接大漏，剧情又再一次反转。火箭一脸不甘地走回休息区，现在塞尔比领先33分，一套红彩就能完成超分，火箭危险了。好准度！眼看胜利就在眼前，而比兄再也忍不住开心的笑了。只要再吃掉一颗彩球就能超分，所以即便咖啡球难度再大，也要做最后的一搏。我的老天爷，难得尔比兄勇猛一次，结果却是致命一击。因为此时白球已经顺利衔接红球，不过火箭需要全清台才能超1分逆转，而现在篮球贴库。黄教率也非常有难度，看看火老师能否抓住机会力挽狂澜。好球，母球流出非常舒服的角度，三库绕台教绿球应该也不会有意外。就是这么丝滑，火箭没有花里胡哨的干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精准无误。现在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库边的篮球，看看火老师要怎么处理。已经没有 K 球的可能，看看单教的效果如何。真是艺高人胆大，这种半贴库的中台难度不是一般大。而比兄已经进入半祈祷模式，决定胜负的一球，看看幸运女神会对谁露出笑容。果然还是打薄了，伴随全场惊讶的惋惜声，塞尔比迅速进入战斗模式。赛夫人看起来比他更加紧张。关键的篮球之争，谁能拿下就能取得本局的胜利。拼防守，而比兄还是很有自信的。抬手就是一杆斯诺克斯，虽然不能造成本质性的威胁，但是牢牢抓住先手权，正是赛大师现在最需要的。我的天，塞尔比居然选择强拼，这还是我们熟悉的赛大师吗？不过好在没有漏机会，看看火箭怎么应对。四库来找黑球，
看力度如何。很可惜，母球力量稍大，关键是还漏了一杆长台，而比兄还敢不敢拼？太遗憾了，没能抓住绝杀的机会。塞尔比站在原地无法迈步，他只能祈祷千万不要漏球。母球贴库，篮球勉强能看到中带。如果换一个对手，可能塞尔比还有机会。但是火箭不会让自己在中带失误2次。真的离谱到家，袋口仿佛有磁铁，吸引篮球空心入袋。这样的中带，除了火箭，还有谁会去抢？不过好戏还没结束，粉球还需要再来一次。太硬了，这足以封神的操作，活生生的给塞大师打出了阴影。从这以后，塞尔比的球风变得更为谨慎，强拼进攻的代价真的是伤不起。火箭一脸杀气，抢四的比赛已经连输2局，绝境之下他却脑洞大开，一杆带脚斯诺克惊艳全场。这充满攻击性的防守，也就只有火箭写得通。非常凑巧的是，2球落点和当年的世纪扎根位置相同，不知道能否唤起二哥炫技的冲动。很可惜没能如愿，不是扎干风险大，而是一库解球更有性价比。虽然成功解到篮球，但是篮球直接一个大漏。不过母球基本贴库，想要叫位粉球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母球直接起飞，火箭拼得太凶了，难度超大的跳赛都打出来了，看看粉球能否到位。漂亮死，手摆位也不过如此。但是谁能想到，伴随全场的掌声，火老师又送上另一个惊喜。制胜的粉球晃带而出，火箭直勾勾地盯着粉球。你是上天派来玩我的吧？这要再输一局，玩笑就开得太大了。就是这么神奇，歪打正着形成一杆斯诺克，比赛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没有问题，母球粉球上下分，先稳稳防守一杆，看看力度如何。虽然回弹的力度稍大，但也算是一个安全球。按照火箭的脾气，这个打带防是一定要拼一下的。很可惜，粉球就差了一点，好在火箭有意控制了力度，二哥并没有直接进攻的机会。要转入防守大战，二哥无论技术还是年龄都不占优势，但是凭借对斯诺克的真爱，年近6旬仍然顽强作战。好球，防的可谓是滴水不漏，但是从火箭的表情来看，他要准备搞事情了。0比2落后还敢这么玩钓鱼，火箭这是要把二哥骨子里的进攻欲望彻底激活，这心理战术算是被他玩得明明白白。怀特看着粉球直咽口水，瞌睡碰到枕头的诱惑，沈可忍，输绝对不能忍。太刺激了，虽然粉球没能拼进，但是幸亏老天的眷顾，2球的落点也形成了反作。虽然解球难度不大，但却意外收获防守主动权。这是什么鬼？2库居然没有勾到，现在粉球停在袋口。二哥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火老师此时已经万念俱灰，但是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？老怀特这一杆有点收下粉球，居然让母球跑回上半区，这是对自己的准度不自信，害怕打不进而丢球吗？比赛也从争一局变成了争最后一球，紧张刺激的刺刀拼杀，看看最后鹿死谁手。经典的2边分，虽然会留下翻袋的机会，但是机会和风险并存，是被对手绝杀，还是让对手自杀，就看火箭表现如何。太疯狂了，这场比赛看来注定要载入史册，一个接一个的名场面，看得太过瘾了。
Even that you felt, well, it's probably going to drop in, but just can't quite get the. 火箭彻底燃烧了二哥的胜负欲，这么大角度的黑球，抬手就往洞里干，还有幸运女神的加持，火老师愣是没有占到一点便宜。彻底上头了，明知打不进黑球会留在袋口，但是进攻的气势不能输。现在牛奶已经送到家门口，二哥也没有拒绝的道理。 3比0领先火箭，但是很奇怪，二哥脸上并没有那么开心。